我想你还是赶快出园子吧，今生今世恐怕我们都不能再在一起了。你已经是皇上的人了。听我的，月城哥，你赶快出园子，这里不是人待的地方。虎穴狼窝危机四伏，我听嫔妃们说了，一旦成为皇上的人，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出宫，更不可能再嫁人。假如有来世的话，你再娶我吧，月城哥。灵梅。 1000两银子要是拿不来，我抽你这边左手不做了，不，我剁你右手。那个兔子给我杵着我的嗓子眼，到今天还冒烟呢。看，我这脖子上印，好几天都下不去了，眼吐沫流疼。你先勒我看看啊！你勒不成了，你绑着呢，你勒呀啊，勒呀啊，勒，勒！妈的，你吐我啊！你这，七爷回来了，七爷。 快，七爷，快，七爷，小六，这到底怎么回事？七爷是怎么了？这次我跟七爷到运河码头去接货，在酒馆里，七爷看见店家刚逮的一只大狗熊。七爷说他老母亲眼睛不好，听说取熊胆能治双目失明。七爷取熊胆的时候，没想到那狗熊兽性大发，一掌下去，七爷没留神，胳膊上的整条肉都被刮掉，现在就剩骨头了，而且还浑身抽搐，一直到现在。问了2个郎中，都说没救，七爷没救，七爷，别救救啊，七爷，没救，把我放了，我能治。兄弟，他说他能治，快把我放了！他要再不止血的话，连命都没了。他中的是熊毒，这只熊一定是山里的野熊，熊掌上的毒性大得很，一旦渗进人的血，熊毒不去的话，最多2天他必死无疑。你没让他活命，就把我放了，我给他治。快呀！你真会治，别又耍什么花样！兄弟，死马当活马医吧，这都什么时候了？再说他吊了那么些天，我想他没有多大本事了，赶快把他放下来，救七爷要紧啊！对，救七爷要紧，快把他放下来，快！七爷，快，解开！摁紧一点儿。七爷，你醒醒啊！
七爷，这是在沧州地界。是谁救的我？是他救的您。要不是他，你就……七爷，多谢救命恩人。都等着呢，这孩子不懂事儿。走，小心着点儿。上马！管家和帮手赶到沧州营救柳志同，兰儿成为海晏堂宫女已成事实。就在兰儿入园的第2天，兰儿，兰儿，哎，梅儿，我回来了。兰儿呢？兰儿，兰儿，干娘，我回来了。兰儿呢？干娘，干娘。死婴是皇上，奴才亲自去看过，的确是个死婴，浑身青紫，死相很惨。屁话！怎么可能有死婴？这里除了宫女就是太监，真正的男人只有我一个。后宫，天地一家春，九州清晏，一般人根本进不去。别说是个男人，就是只公蚊子，他飞到这儿也得歇歇脚停一停啊！啊，你怎么可能有死婴呢？再说，那些嫔妃贵人，还有答应，如果他们真的有了喜，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把孩子弄死？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净室房还有那些管事的老妈子说有哪个女人怀了孕。园子里面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有禁军守着，难道有哪个男人插着翅膀飞进来不成？皇上息怒，皇上息怒，息怒！出了这种事儿，你让朕怎么息怒啊？你是圆明园的大总管，你说这事该怎么办？这事一旦传出去，不但朕的脸上无光，朝廷上上下下都会笑话朕的。奴才明白，奴才已经令人将死婴埋了。发现死婴的小太监，奴才也下册子让他到东陵看坟去了。现在除了太监首领黄武之外，没有别的人知道。奴才这就去调查。难道真的有人在园子里干走影的事儿？走影？皇上恕罪，奴才多嘴。听说前朝在这圆明园里就发生过走影的事儿，那是当时是有一个假太监混进园子。假太监？皇上，您是怀疑这园子里有假太监？不要再说了，速查速办。如果真在园子里发现了男人，马上把他领来见朕，朕非要把他千刀万剐不可。这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可今儿这丑有点太大。我万万没想到，这伤我祖宗颜面、坏我大清朝纲风气之事，居然在我眼皮底下他就出现了。黄武啊，奴才在。你当着诸位本家王爷还有贝勒爷的面儿，把今天早上你在圆明园看到和听到的事儿，一一说出来。奴才今天在执事房当差，听一个巡湖的小太监来报，湖面上发现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是个死婴。死婴？奴才听报后，立即报告了大总管安德兴，并随同他一起前往查看，确实是个死婴，不足月。
他们的嫌疑最大。自从他们进园子以来，弄得归根结底，就是因为皇上大婚8年以来不能生儿子，弄得人心不安，恍惚无主。以微臣之见，索性就把这件事当一个由头。一旦真相大白，就逼皇上立阿哥，以稳民心，以固基业，确保大清龙脉延续，千秋万代。这就更不妥了。老七啊，你是也不至于让你们宗人府和皇上结怨。你们说，这样行吗？太傅爷圣明。好，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们都跪安吧。太傅爷吉祥。老七啊，你留下。这。老七啊，臣在。你说刘福这事儿怎么办呢？太傅爷，微臣这就办。来人啊！太佛爷，传刘福。是。奴才刘福叩见太佛爷、顺王爷，祝太佛爷。太佛爷已旨，刘福听旨。奴才刘福，恭听太佛爷懿旨。慈宁宫攻坚首领刘福，宫中当差多年，表现上佳，经升任圆明园大总管之职，领衔正五品。刘福，接旨。奴才刘福接旨，谢太佛爷恩典。奴才刘福谢太佛爷洪恩浩荡，知遇之恩，谢太佛爷栽培。哎，行了行了行了，别跪了，留下那2个头给皇上去磕吧。刘福啊，奴才在。你回园子里该干些什么，顺王爷都跟你交代了吧？回您的话，顺王爷跟我交代了一晌午，进了园子怎么处理死婴之事，奴才心里有数。不是我交代你的事，
只是借我之口传达太佛爷的旨意。奴才明白。刘福啊，奴才在。你进宫有20年了吧？哎，回您的话，奴才进宫的时候岁数大了点儿，您算的真准，正好20年。那你在我身边待了有多久啊？回您的话，自道光19年，奴才伺候您16年了。瞧瞧，16年了，早该提拔你了，只是一直没找到机会，这回正好。谢太佛爷恩典，奴才就是有点担心。担心什么呀？回您的话，奴才在您身边伺候惯了，这猛一挪窝，心里头还挺不是滋味的。再者说，奴才没念过几年书，才疏学浅，怕难当此任呢。你想抗旨啊？奴才不敢。刘福啊，太佛爷把你连升3级，这一下子就到了正五品。你心里头应该清楚，太佛爷的良苦用心，把你调去园子，主要是你跟随太佛爷多年，太佛爷把你可视为心腹，这一点你可一定要牢记在心。奴才为太佛爷的知遇之恩，情愿肝脑涂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可不能死，你要死了，这园子里谁管事儿啊？奴才明白。行了，明儿一早就进园子，按照顺王爷吩咐的，把那死婴之事给我查清楚了啊。这。查着没有啊？启禀安公公，没有。哎，下去，去。走。太傅爷遗旨，圆明园大总管安德兴听旨。奴才接旨。查，圆明园发现死婴一事，安德兴受原有责，革弃圆明园大总管之职，将为9州清验弓箭首领，协助宫内宗人府及新任圆明园大总管即刻调查死婴一事，务必查个水落石出。1个月内查不出结果，严惩不贷。奴才接旨。这么快？昨天的事情，今天傍晚太佛爷的懿旨就到了。这是谁传出去的消息啊？回皇上话，依奴才看，太佛爷那儿这么快就知道信儿了，这传消息的只能是一个人。谁呀？总管职房的太监首领黄武。黄武？正是。那天就是奴才跟黄武一块儿去看的死婴。发现死婴的小太监，奴才已经着人把他送到东陵看坟去，因此只可能是这个黄武。传黄武，回万岁爷，奴才早就去找过他，听下边人说他奉太佛爷遗旨进宫去了。进宫去了？正是。万岁爷，奴才多嘴，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安德兴，奴才在。你跟了朕这么多年，有什么话不好讲的？讲啊！谢万岁爷，这太佛爷的遗旨要不是这么快就下到园子里，奴才还真不敢往那儿想。什么意思啊？跟朕说话不用兜圈子，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回万岁爷，奴才以为万岁爷乃是堂堂的一国之君，刘福就是有再大的胆子，他也不敢冒犯您呢。奴才担心的倒是这园。
给姑姑请安。新来的吧？昨天刚进园子。多大了？18。兰儿，这名字挺好听的。谢谢姑姑。您是瑞英姑姑吧？我听当差的姐姐说，您是这儿的管事姑姑。我初来乍到，所有的规矩礼法，上上下下，该怎么做，该怎么说都不知道。以后您要多多管教。你这姑娘的嘴可真甜。等天黑了，你把宵夜送到远迎关给熹贵人。是。哟，你瞧，我都忘了，你刚来，远迎关在哪都不知道吧？没事儿，不认识我可以去找，您告诉我怎么走就行了，一准儿送到，您放心吧。这姑娘真聪明。远迎关。李美，谁呀？是我，月英姐，林美。怎么我一睡着你就出点动静，一睡着就出点动静？不会是想汉子了吧？说什么呢，月英姐？我只是在这睡不习惯，想家里的荞麦皮枕头了。你一说荞麦皮啊，我还真有点想家。我过来跟你一起睡。哎呀，我过来跟你一起睡吧，咱进来好好聊聊。月英姐，我实在是不习惯。你要是想聊天啊，回到你的床上去，我一个人睡惯了。瞎扯，一个人睡惯了，这都多少天了？良辰美景，夜夜与皇上相伴，还一个人睡惯了，口不对心。瞎说什么呢？什么叫瞎说？你看你，整天得皇上的宠爱，我们就完了。自从进了这园子，到今天，除了皇上脸长得什么样知道以外，其他的一概不知。对了，灵美，你倒说说皇上在床上。哎呦，你这死妮子，你说什么呢？什么叫瞎说啊？要不然咱俩换换，哪天啊，皇上再让你办喜，我冒名顶替去。我倒要看看皇上跟别的男人有什么不同。别瞎说了，月英姐，这可在皇上园子里头，你就这么瞎说，小心皇上割了你的舌头。咱们姐俩说着悄悄话，碍着皇上什么了？灵美，你就跟我说说好吗？不然的话，今儿个我又得瞪着眼睛苦熬上一宿。我倒是想啊，甭管他是皇上还是二品大员，就算绸布店里的店小二，只要他是个男的，我也愿意让他躺在我身边。月英姐，你也算是大户人家的闺女，知书达理才对啊。说这样的话，我都替你害臊。得了吧，干嘛那么假正经啊？我看啊，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要是能像你被皇上夜夜宠幸，才不会这么胡思乱想呢。行了行了，别瞎说了，小心你再说下去啊，天塌地陷。还是马上回到你的床上去吧，啊，好不好？烦人，人这说我兴头上，非给人推出来。怎么了，灵美？怎么了，灵美？怎么了？怎么了，灵美？怎么了？月英姐，我只是崴了脚，踹了一下床。啊不啊！没事吧？啊，没事啊，你还是回你的床上去吧。这位兵哥，我是海晏堂的宫女，我是要给熹贵人送宵夜的。海晏堂的？嗯。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啊？我是新来的，昨儿刚进来。
那你知道怎么走吗？没去过。那我告诉你啊，你呀穿过这条回廊，然后呢向左转，再向左转，向左转，再向左转。如果你想抄小路呢，你就那边有一假山，穿过假山就到了。啊，哎，对了啊，到那儿别给我瞎嚷嚷，把东西交给执房太监就可以了啊。谢谢。是海盐堂的宫女。我昨天刚进园子，哪儿都不认识，谁都不认识，你们就放了我吧。妹妹，肯定看见了。如果他说出去，我无所谓，可搞不好你性命难保。我真的没看过。叶成哥，别杀他！叶成哥，别杀他！姑娘，姑娘，我们素昧平生，今天遇在一起也是缘分。你今天看见的事情千万不能说出去，千万不能说出去，否则我们两个的命就没了。求你了，姑娘。姑娘，对不起你了。为了我们两个能有条活路，只好委屈你了。先把他绑起来吧。姑娘，明天等一切事情都过去了，我就来给你送绑赔罪。委屈你了，姑娘。妹妹，他要是说出去，现在离天亮不会太久了，到时候等你和玉海换回来，我就来给他松绑。到那个时候，就算他说他看见什么也没关系了，因为玉海毕竟是太监嘛。但是要是现在你杀了他，一旦被园子里那些个禁军、侍卫、管事、太监什么的，要是他们发现死的是一位宫女，一定会追查的，到时候就更脱不了干系了。我不想害人，更不想因为我和岳成哥的一个情字，害死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所以岳成哥，你千万不要杀了她。岳成哥，等你出了园子以后，如果我们有缘的话，一定会到浙江会馆去找你的。但是要是没缘的话，就像你说的，我们即使做鬼，也能做成一对鬼夫妻。
月海，月海，月海。什么时候死的？回安公公的话，昨天晚上。在哪儿发现的？回安公公的话，在天桥德宝赌馆的房后发现的。听赌馆的人说，他已经赌了20多天了，由于拖欠赌资，最后连身上的衣服都赌干净了，所以才被赌馆里的人发现他是个太监。他竟想逃跑的时候，结果被赌馆里的打手误伤致死。我跟弟兄们前来办案，发现他是个太监，我怕是从宫里逃出来的，所以特意请您过来看看。除了我之外，宫里还有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个死太监？回安公公的话，没有。这些天因为您常来我们这里找那戴兰花的女孩，所以此事一出，上头立刻让我们首先通知您，此事绝无外人知道。我明白了，替我谢谢你们大人啊！改天我请你们哥几个喝酒啊！此事就烂在肚子里，千万别说出去啊！这衙门里凡是知道这件事的人，立刻调走，调得越远越好。这件事要是办好喽，我在万岁爷面前给你邀功请赏；要是办不好，那可就是给万岁爷脸上抹黑呀！你想想，一个太监偷偷跑出宫去赌钱，输得精光不说，还欠下了赌债，这要是传出去，那可就是丢尽了皇上和朝廷的脸面呢。此事事关重大，还望大人切不可掉以轻心呐。在下明白。行了，叫底下人把尸首给我抬到车上去。这。衙门里传出死太监的事儿，刚开始安德新还没有十分在意，但当他发现这个死了的太监就是圆明园远迎关直房太监岳海的时候，他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他心里明白，如果岳海不在园中的话，昨天他调查死婴一事的时候就应该查出来。今天突然看见岳海的尸首，他心里清楚，园子里的岳海一定是个假的，而真的就是眼前的这个由于拖欠了赌债被误伤致死的岳海。毫无疑问，园子里混进了假太监，那走影之事自然也就顺理成章。想到此，安德新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刘公公，哎，你是，嗨，瞧我这记性，你是顺王爷的管家。刘公公，哎，顺王爷有急事让我前来相告。您请讲。顺王爷得到密报，远迎关直房太监岳海有极大的嫌疑。远迎关太监岳海？正是。不是一个太监有什么呢？怎么会怀疑他呢？站着撒尿，听着新鲜吧？啊，做太监的，你说站着撒尿，成何体统啊？这句街头俚语本来是用来奚落人的，没想到在园子里竟成了真事儿。顺王爷命你火速赶到园子，立刻将岳海验明正身。如果园子里的线人提供的情报是真的，那园中走影一事也就真相大白了。黄武，吴太太，马上回圆明园，直奔远迎关，把那岳海给我逮起来。这，走。
您的腰牌。哎，看见岳海了没有？岳海一大早就没见他人，我们几个人找了他半天也没找到。脂肪，行了。岳海，哎，看见岳海了没有？没有。哎，岳海。北城，我觉得一定是出事了，你还是想办法赶快逃出这个园子吧。我跟你说了，我不能走，一旦我走了，他们查出岳海失踪了，很快就会怀疑到远云关，也许很快就会怀疑到你，所以我要待在园子里补充岳海，什么事就没有了。我想岳海没回来，肯定是有什么事儿，但在他回来之前，我绝不能离开园子。岳海。为什么？岳海，岳海，来了。岳海啊，我是谁呀？您是公公。废话，我可不是公公吗？我问你，我是哪位公公？你忘了啊？2个月前我来远银观办事的时候，你不是还陪着我喝了2盅吗？你忘了啊？2个月前我来远银观办事的时候，你不是还陪着我喝了2盅吗？怎么今儿连我是谁都想不起来了？你忘性不会这么大？死到临头了，你还不跟我说实话？你是个假太监！你要想杀了我，听着，小子，这园子里到处都是禁卫军，里3层外3层，你要想跑，门都没有。哼，我知道。你一定是和这园子里的某个姑娘相好，要不是感情至深，你也不会这么冒死偷偷的溜进园子里来。我告诉你，如果你现在把我杀了，你自己肯定是身首异处不说，连你那个心爱的姑娘也一样会被千刀万剐。这私通走影的事儿，那可是满门抄斩的罪过。要是你把我杀了，能救得了你和那姑娘的性命，那你就杀；要是救不了，你自个儿可得好好的想想。哼，嘿，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哼，跟园子里的女人幽会，那就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事儿。我告诉你，打你迈进园子的第一步起，你就已经死了。你一定不想连累那位姑娘吧？虽然我还不知道她是谁，咱们现在首先要解决的是你自己的问题。我自己的问题？死了，一死百了。可你现在不能死，你得活着，而且还得好好的活着。走影的事儿，打现在起就得烂在你自己的肚子里。你真名叫什么？我怎么看着你还长得真有点像岳海呀？你们是不是同胞兄弟？是。你是哥哥还是弟弟？我是哥哥，岳成。这就对了。我告诉你吧，
你弟弟岳海昨天晚上被人打死。什么？我弟弟被人打死了？在哪儿？他欠了人家赌债，在赌馆里让人打死了。我刚把他尸首埋了。我弟弟，我弟弟。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你只能继续冒充你的弟弟岳海，待在这园子里。不过，这还有个条件，你下边那个玩意儿，我知道，这对一个男人来说，实在是难下决心。不过，要想保住你和那个姑娘的性命，你也只能这么做。这园子里新任的大总管说话就来，与其让他看出来你是个假太监，不如牺牲了你一个，保全了园子里所有的人。你如果不想看到这园子里人头落地，不想看到你和那姑娘的家人被满门抄斩，你就必须这么做。总管，我想想，再想想你的家人，想想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可是已经死了。你要是个真正的男人，现在就应该挺身而出，担负起这份责任。岳长，拿出点勇气来，你只有这么做，才能救得了所有的人。总管，我想先喝点酒。好。岳长，这是止血散，是我来还是你自己来？总管，从今天起，我什么都听您的，我自己来。回总管，一上午我们就在找他，一直没有找到。刚才九州清晏的安公监也来找他，好像也没找到。安德新，哎呦，刘大总管！哎呦，安公监，不知刘大总管前来，有失远迎，还望海涵。奴才安德新给您这干什么呀？这是骂我啊？咱俩一年进的宫，都老哥们了，你说什么呢？你这是挤得我！哎呦，我哪敢呢？我哪敢跟您刘大总管称兄道弟的啊？您现在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哪敢呢？哎，刘大总管，这可就您的不是了。您进园子来，您也不打声招呼，我好上园子外边迎您去。哎，不敢劳您大驾啊！跟你这么说啊，我急死火燎的进园子，不为别的，奉了太傅爷一旨，查园中死婴之事。有线索了。哎呦，您瞧瞧，您这大总管刚上任，这就叫开门红啊！兄弟，我昨儿在这园子里头溜溜查了一天呢，什么都没查着。啊，真有眉目了。托太傅爷的鸿福，是跟你这么说啊，园中死婴走影之事，他很快就可以大白于天下。哦，大总管，岳海找着没有？啊，回大总管话，这个放下话去了，正在满园搜查呢。
您找岳海呀？你瞧见了？瞧见了呀，就在偏店旁边直房里头，大概是自个儿偷着喝酒，喝醉了。是他吗？应该是。我问你，你和他在一块堆共事，他是岳海吧？回皇宫见法，他的确是岳海。大总管，是真的。刘大总管，这回是真相大白了吧？要想走影的事真相大白啊，还真得等些时间。老弟啊，我听远迎观的太监说，方才老弟也在找这岳海，为什么呀？哎呦，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刘大总管，您今天走马上任，这事儿还真得求您给批一下子。说，回刘大总管，这最近这些日子啊，我这身边一直缺个得力的小太监。前几个月有人跟我推荐说，这远迎观有个叫岳海的小伙子不错，我就一直想把他弄到我身边来。可当时我是大总管，他一直忙就没顾上。现在好了，我被撤职了，管不了那么些事儿了，这才想起来把他弄到我身边来，还请刘大总管批准，兄弟我感恩不尽。就这事儿，就这事儿。得，既然是我还没来之前你就看上这个岳海了，准备把他调你身边去，那就调。你瞧我这一进园子，就做一顺水人情，这说不定往后啊，我就是福星高照，鸿运当头。哎呦，那是自然的呀。报皇姑姐，什么事儿啊？海晏堂管事姑姑瑞英报，昨天夜里一个宫女在园子里走失。园子里走失了？正是。怎么回事？说明白点。快，这是大总管。瑞英姑姑讲，昨天夜里他命新进宫的宫女到远迎观给熹贵人送夜宵，一去不回，到现在也没见人影。这儿不就是远迎观吗？是啊。你们找了没有？回总管话找过了，远迎观各个嫔妃的屋子、大营还有那些汉人花屋里全都找过了，就是不见兰儿。兰儿？你说走失那宫女叫什么？回安总管话。来，别叫安总管，叫安宫监。这回安宫监话，走失的宫女是前天进的宫，叫兰儿。李成，昨天晚上是不是有个宫女看见你了？我把她绑起来了。在什么地方？在假山地道里。岳成，给。
里边没人，走到那边看看。刘梅姑娘，我可没想到是你呀！安公公，岳城呢？他在我这儿，你放心吧。记住，他现在叫岳海，不叫岳城。一旦你说走了嘴，你将会被碎尸万段，包括你的全家。谢谢安公公救命之恩。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吧！哎，这哪是救命，这简直是要了我的命，也要了万岁爷的命。一个情字害了多少人呢？这情字前面再加个偷，那就更是铸成大错。啊，对了，我问你，昨天夜里岳城捆的那个宫女呢？昨天晚上她的确还在那儿啊。那一定是没捆结实。那安公公那宫女儿早就跑了。啊，刘美姑娘，您现在马上回到房间去，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就是打死你也不能说出这个事儿的真相来，明白了吗？明白。可是岳城他现在怎么样了？您能不能想办法先送他出园子呀？已经来不及了，你快回去吧。啊，小心呐。你上哪儿去了？都快把我吓死了！怎么回事啊？哟，这儿怎么回事？你手也怎么了？兰儿，我迷路了，园子太大，我找不回来了。来，坐下。查着没有啊？回大总管，没有呢。一群笨蛋。大总管，这个宫女是前天才刚刚进的宫，没人认识她，所以找起来很麻烦的。去差人到海晏堂问问瑞英姑姑，把那几个认识她的人全都带上。这，等等，我自个儿去吧。你不想告诉我也行，兰儿，你记住，只要你进了园子，你就是皇上和主子们的奴才，非礼莫听，非礼莫看，就是有理，也得话到嘴边留半句。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或者你看见什么，你最好别说出去，以免引来杀身之祸。园子里死个人，比踩死个蚂蚁还简单。你刚进园子，不懂规矩，我提醒你啊。昨天晚上的事儿，我现在就不深究，容日后你愿意告诉我的时候再说出来也不迟。但你记住，不管任何人问起你，你一定要有一套话去应付，不然的话，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我知道了，谢谢瑞英姑姑。其实昨天晚上，我不能说，我都答应了，我真的是不能说。大总管到。瑞英，这是园子里新来的刘大总管。海晏堂瑞英姑姑给刘大总管请安。那姑娘是谁呀？她就是昨晚走失的宫女，刚刚回来。
丫头给我带走。是。兰儿，快跑！兰儿。德信，你怎么会在这儿呢？哎，我问你啊，这丫头跟你说什么了？我问了半天，她什么都没说。她什么时候回来的？时间不长，到底怎么回事儿？刚才突然来个刘大总管，这园子里总管不是你吗？嗨，一两句话跟你也说不清楚，日后再说啊。哎，对了，以后这个丫头要是还能回海晏堂的话，你记住了，千万要把她伺候好了。啊，什么意思啊？哎呀，现在跟你说不清楚，你就记住了，一定要伺候好，听见没有？嗯。回去吧。你叫什么呀？大总管问你话呢，赶快回答。兰儿，这没规矩了吧？回话前得说回大总管话，知道了？今年多大了？回大总管话，18。什么时候进园子当差的？回大总管话是前天。哎，别动！这脖子上的红印子是怎么回事啊？回大总管话，昨天海印堂的管事瑞英姑姑吩咐我去远银关给熹贵人送点东西。我初来乍到的，这园子又实在是太大，再加上夜深路黑，我就走错路了。这一心慌，一下摔到了沟里，可能是给摔懵了。一直到第二天醒过来，才又回的海晏堂。没问你这些个。大总管的意思是说你脖子上这块红印哪来的？莫不是哪个野男人用嘴叼的吧？回公公话，兰儿不懂公公这话是什么意思。大总管是问我这脖子上是怎么回事儿？那是我刚一进园子，水土不服，嗓子疼，蘸着水拿手揪的。穷人家生病上火都这么干，挺灵的。个死丫去！你吓着人家。姑娘这小嘴儿可是真会说话啊！说得对，那是个偏方儿。啊，人一上火，这脖子这揪两下，揪出沙来，那火就跑了。但是我想问问姑娘，这小手上绑块手绢干嘛呀？是我昨天把手摔破了，所以才拿手绢绑着。哦，能把这手绢解开让我看看吗？让我看看伤。要真伤着不能老记着，得擦点药，要不它就烂了。啊？啊，不劳烦公公了，我自己来。哎呦，这口子够深的啊，挺疼的是吧？其实我想看的呢，
是这个。哎，一块手绢有什么好看的？都沾上血了，挺脏的，还是别看了。实话告诉你，兰姑娘啊，我刚才一瞧见你的时候，我就盯上这块手绢了。这是缎子面的，一般的人家用不起，所以我就断定这手绢它不是你的，是谁的？咱一块儿瞅瞅啊。灵美，不出我所料啊。刘总管真英明，一眼就看穿了。我还以为啊，是真要看到伤口呢。您真是火眼金睛。你当我孙猴子？姑娘，你说说这手绢是谁的？它怎么会到你手上呢？兰姑娘，你刚进园子，这儿的规矩礼法你还不懂，我不难为你啊。你把话说清楚了，把这手绢的来龙去脉说明白了，这就齐了。要不然的话，园子可有园子的规矩，不但有家法，还有刑法。听明白了吗？姑娘，姑娘，我们两个素未平生，遇在一起也是缘分。你今天看到的事情千万不能说出去啊，千万不能说出去，否则我们两个的命就没了。求你了，姑娘。姑娘想了这么半天，一准是想好了。说吧。回大总管的话，这手绢的确不是我的，是我捡的。是在你摔倒那地方捡的吗？是在今天早晨我回海盐堂的路上捡的。那就不对了，姑娘。啊，你看看你手上这个伤啊，都已经干了。如果你说是捡着手绢包上去的，那这手绢上头就不应该有血，那一定是证明你手上在流血的时候，你把这手绢包在手上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可能是后来一洞又破过。我刚到园子里，初来乍到，什么都弄不清，再加上昨天摔昏了，所以现在也想不出到底是摔的时候给系上的，还是回来的路上给系上的。姑娘这话可是难圆其说了啊！你先前跟我对话的时候，跟你现在说的这，你不说不要紧，有人说啊，这灵美是谁呀？回大总管话，灵美姑娘是皇上招进园子里的汉人花，皇上已经连续招幸数次，目前是园子里汉人花当中最得宠的一个。奴才明白。给安公监请安啊！赶紧禀报皇上，就说安德钦有急事求见。快回安公公话，皇上一大早就回宫里和军机处大臣议事。什么？回宫里去了？哎，怎么早不回晚不回，偏偏这个时候回呢？那什么，奴才在，你赶紧找几个人把月海带到这儿。另外，你再找个机灵点的太监，盯着远迎观那些汉人花，不管是刘大总管还是任何什么人带走了汉人花，或者是哪个嫔妃，你赶紧过来报一声，千万不得延误啊！快去。灵美，
到底怎么了？从早晨到现在一直心神不定的样子，你在这来回转悠啊，都快把我给转晕了。你看我手上指甲油好看吗？好看，好看，多羡慕这双手。别说羡慕我，其实啊，我更羡慕你。光手好看有什么用啊？不会来事儿，哪像你灵美姑娘能勾得住万岁爷的心？行了，别取笑我了。怎么了，灵美？怎么了？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我看看，哎呀，是不是生病了？啊！你干什么？你干嘛抓我？干嘛抓我？别说！你们干什么？灵美。安公公，远银关汉人花灵美姑娘被总管执房太监首领黄武带走了。真的是灵美姑娘？是。大总管，听远银关那边的宫监首领说，这个灵美姑娘可是皇上那儿最受宠的汉人花，您把她抓起来，恐怕我有分寸。灵美姑娘，我是园子里新来的大总管刘福。有几件事我想问问你，你们还愣着什么呀？给灵美姑娘看座上茶呀！这来，灵美姑娘，来喝口茶。灵美姑娘，我问你，你这2天丢东西没有？丢东西？啊？回大总管话，没丢东西啊。哎，先不忙着说，你好好想想。如果真丢了东西，我自然会说话。这园子是皇家禁地，难不成到处都是小偷？从进园子那天起到现在，从来没丢过东西啊。你看看这个啊，灵美，这是你的吧？就一块手绢吗？我还以为您说的是什么珍贵的稀罕物呢，不就一块。
大总管，咱们下面该怎么办？看起来，他们俩还真的不认识。你跟这园子里头当差不是一天半天了，还看起来呢？看起来你这眼神不得好。眼神不大好。你刚才瞧见我抽那兰儿俩嘴巴的时候了吧？这灵美的脸上明摆就是写着呢，她不但是跟他认识，而且是打在兰儿脸上，疼在他的心里头。这里头有鬼，而且这走影的事儿肯定是跟他们俩有关系。要不见这通风报信的人，为什么人家就平白无故的去诬陷他，诬陷这岳海说是站着撒尿的人啊？不，今天咱们验过身，的确是个太监，是太监不假呀。可是这灵美跟他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啊？走影的事儿，死婴的，你别老眨巴眼儿啊！啊，这跟他们有没有关联？这保不齐。去上远银关把这岳海给我叫过来。慢着，通知园子里的牙婆来一趟，把这俩姑娘的身子给我验了。另外差人到灵美的亲房去看看，仔细的搜一搜，看看有没有宫中违禁之物。实在不行，就按照大学士穆彰阿的意思，派琦善前往南方亲自领兵督战。现在就以兵部的名义下个册子，让琦善即日启程，不得有误。启禀皇上，朕正在跟众位大臣商议军国大事呢，你出来添什么乱？退下！奴才该死。园内安宫监派太监送来急报，这件事情就这么办了，退朝。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兰香浮动故人至，远迎波涛晚来急。兰香浮动。大总管，说奴才们去远阳关接那个太监岳海，可是没找着人。听知房太监说，他已经被久住青燕的安公公给接走了。手脚够快的呀，眨巴眼的功夫叫他给接走了。哎呦，刘大总管！哎呦，安老弟，刘大总管，安德兴给刘大总管请安。哎，对，请什么安呢？要说请安，应该是我先上你那儿。哎呦，岂敢！什么岂敢呢？来，坐下说话。您请。兄弟啊，我这新上来的官儿，就是应该给原先的老官拜个地头，不是？哎，再者说了，你在园子里待这么些年了，什么情况你都熟啊。我就不行了，俩眼一摸黑，自打进了园子就跟没头苍蝇似的瞎撞。兄弟，撞好了柳暗花明，要撞不好呢，曲径通幽了。哎，一脚要是踩错了，撞错了地方，折胳膊折腿不说，弄不好这条老命都得搭进去，是不是？哎呦，刘总管，您可真会说笑话。要像您说的没头苍蝇似的，那太佛爷能亲自下旨把您调到园子里来。俗话说得好啊，没那金刚钻，谁敢揽这瓷器活啊？启禀大总管，
里面的2位姑娘已经验过身子。刘总管，我看您这是公务缠身，那我还是先走了。哎，祝刘大总管新官上任3把火，一把比一把大，越烧越旺，直烧到转儿干毛净为止。坐下。啊，坐下呀。老弟啊，刚才这话可不太顺耳啊！什么叫公务缠身呢？这，你是原先园子里的大总管，我是新上来的，有点什么事跑不了我，也跑不了你啊。一块儿听听。啊，说吧。回总管话，按照您的吩咐，2位姑娘均已验明正身，其中1位姑娘尚是处子，另外1位姑娘未见妊娠。妊娠？就是有喜了，女人怀孩子意思。哦。哎，兄弟，你可见过大世面，没听过这词儿？我这还是头回听说。哎，我呀才疏学浅，没念过几年的书，认识不了几个字儿。这什么妊娠的，这头回听说。兄弟，这叫失败。哎，俗话说得好，失败是成功之母。有了失败，离成功这就不太远了。你说说那个汉人姑娘，她原先那什么？哎，这么说吧，她原先怀过孩子吧，流过产、打过胎什么的吧？